今天又是我们的国泰环球贵宾室的系列喽。我们今天在的地点是马尼拉机场。好了，那过完海关之后，那国泰的这个lounge呢，位置的话要从这个114 gate 这边上去。那我今天登机门也在115，所以应该是蛮近的。那国泰的话，在东南亚就3间贵宾室，曼谷、新加坡跟马尼拉。那我们曼谷跟新加坡都已经拍过了，所以呢，就来一趟马尼拉，要把这个企划拍完。上到4楼之后，就会有lounge的指标了。那这边的话有4间lounge，就是国泰，然后新航，然后2间第三方贵宾室。新航贵宾室有指标，国泰我们已经看到了，好啦，也是很好认。我们熟悉的装潢又回来喽。国泰贵宾室标准长相。好，那我们就去里面来瞧瞧喽。走进来的第一个就看到这个明亮的第一个空间，就是休息的区域。哦，这间国泰贵宾室也不小间哦。首先映入眼帘的呢是一些小食、起司啊、冷盘啊、三明治啊这些东西。然后这一区是酒吧了，好，所以这间也是有酒吧的。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菲律宾当地的特色东西好了，看起来就是一些基本的。等一下我再来问问 bartender。然后我们再往前走，装潢的部分这个也是跟的 Pier 就是一样新一代贵宾室的装潢风格了。再往前走就是吃面的地方了，所以这边一样就是有这个面点区。这边的食物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的话一样有担担面、云吞面，然后有这个是这里还有乌冬。然后这个 Paro Domo Penny Pasta 意大利面那有 fish fillet 有鱼排，然后 dim sum 也是有的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再来点一些食物。我们现在把贵宾室参观完毕，里面的话是洗手间，那这一间就没有淋浴间的配置了，跟台北是一样的。这边是 Benford， 不过难道是不同口味的 Benford 吗？为什么 Benford 这个的瓶子的颜色不太一样啊？我刚刚挤了一点抹在手上，味道是一样的，不过这个瓶子跟其他间国泰不一样。然后这个浴室也基本的装潢风格，厕所也是一样的。对，这个标准国泰的长相没有太大问题。所以目前我们开箱过的贵宾室，国泰里面没有使用 Benford 的，就目前只有曼谷1间，其他间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我们现在等餐点的时候，就老规矩啦，在马尼拉机场，我们就要聊聊国泰在马尼拉的现况了，对不对？国泰目前在马尼拉的话，一天是6个航班。那因为香港跟马尼拉距离是非常近的，所以它到马尼拉的航班就是从清晨然后到晚上一路都有，没有红眼航班。我们台湾的话，华航、长荣都是有那个类红眼航班，这边的话国泰是没有。早上最早的一班就是从马尼拉这边是5点45分清晨起飞，然后就是早上3班，然后中午、下午到晚上都有航班，一天有6个航班这样子。对，那就是区域线。那疫情前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更多，因为马尼拉我就比较不熟。对，但是目前是有6班。那6班的话是目前在国泰来说有开自营贵宾室的航点里面，算少，但也没有到最少啦。因为你要讲最少的“最”字的话，羽田一定最少嘛。因为羽田是航权限制，所以羽田国泰一天只有2班，但是羽田国泰还是投资贵宾室。那我想理由也非常合理，因为羽田 Haneda 就是很多贵客嘛，就是我想非常 premium 的客人都在羽田，所以羽田是贵宾室。那撇除掉羽田这样特殊的机场之外，其他航点都是国泰一定是有高频率的整天航班才会开贵宾室的。那短程航点在亚洲的话，撇除羽田的话，这边就航班最少了，因为在成田的话班次成田跟这边差不多一样，曼谷、新加坡、上海当然都更多，台北就不用说了。北京的话之后如果重新open，北京的航班也会比这里多。那所以这些贵宾室的话，一天6个航班，那也是蛮惬意的。那所以空间上我们刚刚给大家照过了，这个空间的话，上海那天是比较狭长型。那这一间比较方，所以如果论面积来说，我想这一间可能跟上海差不多一样大，因为它的左右的宽度是比较宽的，长度的话是比上海窄。但是大家知道嘛，就是如果周长一样的情况之下，越靠近正方形的话，面积会越大嘛。对，所以这一间的话，我想它的面积可能比上海大一些，因为它的这个是比较靠近
没有像上海那些那么狭长型的，但我觉得也合理啊。这边航班毕竟一天也没有到这么多嘛，所以我现在这个时间来，找座位的话是没有问题的。新加坡那一间的话也比这个大，因为它的区块也比较多。这边的话就只有刚刚一进来前面那个酒吧区，然后前面那个休息区跟这边吃面的区域，它的区块也比较少，这样子。然后自助餐台，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好了。那我们现在食物也上来了，就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食物吧。所以我们来照一下食物先。首先呢，最基本款担担面是一定要有的，对不对？担担面，再就是云吞汤的部分。这边的话是有这个鱼排 （fish fillet），然后再来这个是因为我很好奇，它这边有乌龙面，所以我点了碗乌龙面，然后再点了一颗这个虾饺。好了，那接下来就是我们重要的试吃的环节了。好，那一样老规矩，担担面先。这里担担面是没有葱花的，然后也没有什么花椒油的香气，它放的是酸菜。面体的本人也不是捞面，它是一般的面体，但是也还算是有嚼劲。不过这个酱汁我觉得就，这个酱汁少了花椒，也少了其他的香味，也没有放葱花，这个担担面稍微差了一点。好，我们再来试一颗云吞。云吞到中规中矩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这边的鱼排好了。这鱼排不知道什么口味。这鱼排，粉太多了。乌龙面来试一下，为什么给乌龙面？我也觉得很神奇。乌龙面也中规中矩啦。最后呢，虾饺就很容易一翻两瞪眼。虾饺0分，虾饺不要脸，虾饺0分，虾饺好难吃。好，那这间贵宾室的开箱食物就到这边。对，那我再把它东西吃完，再来喝点饮料之后，我们等下到那个休息区，再跟大家聊一聊我对这间贵宾室的想法。那我现在在这个等飞机、看飞机的地方，然后我点了Cathay Delight， 一定要的嘛，来这边要尝尝Cathay Delight， 然后再点了一杯调酒 Melon Fizz， 我在台北也喝过。然后就拿了一些 chips 跟一块就是饼干。我们先来尝Cathay Delight。我有点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。这边的Cathay Delight调的比例跟味道有点怪。刚刚我前面一个外国就在我前面网上真实发生，我刚去拿他Cathay Delight的时候，前面一个人去退了一杯Cathay Delight。然后我就直接听他退的理由，他就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杯无糖版本的？然后那个人就说没办法，他们这边就是固定比例。那我以为他是整桶的，但是我刚刚看他做不是他这边是现场去 mix 的，可能是不是调好放着？可是他这个比例跟香港、台北跟其他站真的都不一样。我知道外国人为什么要那样讲，因为他这个酱真的是不好喝，这个太甜了。那怎么办？这边 Melon Fizz 我有不好的预感，这个也稍微甜一点，不过没有那么离谱，因为它有加很多汽水，可能好一点点。不过我在台北也点过，台北也比这个好喝。我刚刚就怕东西食物失败，所以我拿了绝对不会失败的东西叫 chips。好吧，多利多滋不会失败，这个应该也不会失败吧。巧克力饼干还好，没有那个台北好吃的苏打饼干，所以我非常公平的给一个评论，就是这一间国泰贵宾室的话，应该是目前我开箱过这几间里面，就是这餐饮里面最弱的一间。我刚刚看到其他人在吃的点的东西，对，这边看上去的样子好像是对的，就是颜色看起来对，然后食物看起来对，但放进口中吃起来就是不对。那个虾饺皮厚的跟鬼一样，里面根本没有虾子，里面有肉。然后担担面看上去对，但吃起来香味不对，然后面体普通。然后云吞的话，那汤有一点腥味，就鲜味太过到有一点腥味了。那个乌龙面看上去样子是对，但是吃起来也是就很普通，那个炸鱼本真的是厚到就是不得了。我昨天晚上在那个君悦吃浪居的时候，其实也有同样的问题，所以我有点懂了，难怪昨天我在君悦吃，昨天 Happy Hour 的那个炸鸡，
但昨天就有听到很多外国人就跟我说，你就给我炸鸡，不要帮我淋任何 sauce， 我有点懂的，因为他们这边的 sauce 都口味太甜、太浓、太重，所以不加 sauce 反而是比较好的选择。所以这一杯开这边来，我觉得真的是，目前也去过国泰这么多国家，搭过这么多趟飞机，不过飞机上的应该都是香港调的吧？我不知道，飞机上面的都没有追过意外过的。对，但这一杯就真的是蛮意外，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，one more chance。真的比例不对，等下上飞机我可以再点一杯比较一下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味道真的不太对。好了，那餐饮部分说完了。刚一进门的左手边那一区一样是有个商务的电脑区，那是没有问题的。就是国泰贵宾室有商务区给大家办公是一定没有问题的。然后等飞机的区域的话，目前看起来也还算少，不过人潮也是蛮多啦。刚刚去的时候，国泰人也是蛮多的，就目前一天6个航班。我想应该是比疫情前少了，应该是还有在增班的机会。国泰会选择在马尼拉开贵宾室的话，好像也不是一个太意外的选择，因为刚刚虽然讲是频率最低，但是一天也是有6个航班，一天有6个航班的话，营运贵宾室应该是完全不成问题的。国泰一天有飞到6班以上，但却没有自营贵宾室的航点。高雄现在一天有6班吗？好像也没有到6班。疫情前是有，疫情后不知道现在有没有6班。大阪国泰即将要有一天6班了。大阪之前的疫情前的话，国泰有一间叫做Pacific Lounge， 假国泰贵宾室，它不是写开在这边，它就写 Pacific Lounge， 可是进去其实是国泰贵宾室，但我觉得那边不够正式，所以那个没有证明在国泰贵宾室。对，它在那一间，那现在也没有了，所以一天有营运到6个航班以上的亚洲城市点，应该就都有贵宾室，所以这可能是国泰一个基本门槛吧，就是如果有6个航班以上，那他们就会开贵宾室。对，其他航点都没有到这么多班，更多班的新加坡、曼谷都有，然后其他点也都有，然后大陆的话就是上海、北京也都有了，所以应该其他点是不会有到一天这么多个航班。好咯，那这就是我们的环球的企划里面的一环，国泰贵宾室。那我们剩下的贵宾室的话，就还剩下东京的羽田成田我们还没有拍，然后再来就是欧洲的伦敦还没有拍，美国的旧金山跟那个温哥华还没有拍呢，我们都会在今年2025年希望计划可以拍摄完毕，那请大家期待咯。